我这次要学的更有趣，学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学的时候，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这边都还没有象形文字，没有看到。你在这边也没有时间读。Hello，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桃园机场。嗨，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埃及。我们这次4角恋要一起去埃及喽。好，我们这次4角恋要去的国家是神秘的埃及。我们一直都有在讨论这个行程。你在做什么？发香水。我在享受我商务舱的好，你慢慢享受。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国家，但是埃及是一个我们一直有在讨论的旅程，就是因为埃及是在好，谢谢。蛮香的呀，超香的，超香，快窒息了。原因是因为埃及实在有太多可以拍的东西，也觉得是那种人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地方。埃及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游戏王，然后游戏王里面呢就有很多埃及的文化，然后还有我讲不下去了，所以我这次呢特别有跟韩景借了他的千年积木，这不是我自己的，我带有信用卡。对，这是他会陪着我埃及的这一整趟。今天这一班呢，我们是先飞到杜拜，然后我们在杜拜会有比较长的一个 layover， 大概有8个小时，再从杜拜转机到开罗。然后这趟我们是请 Cat 来帮我们规划所有的行程。我们是走一个奢华埃及行，先从这个商务舱开始。跟大家现在坐在阿联酋新型的商务舱。这个商务舱的详细开箱，大千有拍，所以大家可以去大千的频道。我第一次开商务舱开箱，我觉得是蛮值得一看的，可能会很难看，大家可以继续点个 dislike。然后虽然阿滴英文的频道名称现在已经改成阿滴了，但是我还是有想说可以学看当地的语言，所以接下来我会在抵达杜拜之后，等待转机的这个时间来学习一下埃及的语言。搭有酒吧的，好酷哦！它有一个空中酒吧，我们要来这边拍立得。Thank you。它还有框框哎！我去巴黎搭邮轮的时候也有这个服务，一张上面要50欧。抵达杜拜，现在是这里的凌晨大概4点多，开罗的下一班飞机是中午12点。然后我们这次的团员还有兔兔，兔兔，你怎么10个团里面有8个会有你？看都会这样子诱拐他，然后我们就会有很漂亮的照片。大家有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 lounge 跟人家头等舱不一样，我们在5楼，好想去头等舱看看，这可能要 hook 才看得到了。我们输了。商务舱的量其实也是蛮大的，是要穿过他们的柜台。这里哇，这是地图这是一整个那个地图，一长条全部都是沙拉、中东区、亚洲，有亚洲区就为了是我们的商务舱。刚刚在飞机上有说我们要来学埃及的当地语言嘛。那埃及讲的是阿拉伯文，我之前有稍微接触过，它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我先 skip。我这次要学的更有趣，学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埃及，我们随便指一个10倍上的文字，你就要念出来。对，我想要看能不能够在这6、7个小时内，就把大部分的象形文字的那个图像至少背起来。它有读音吗？它应该有读音，而且在游戏王里面就有很多古埃及的会刻在那种石头上面的象形文字。武藤游戏的那个另一个我，他本来也是一个法老，他的名字被抹去了，所以他忘记自己的名字。最后结局的时候，他就是找回了自己的名字。是千寻吗？有点像。5个小时，我们在这个等待转机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背起来多少个象形文字？开始学习了。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刚刚好读了差不多1个小时，就是我的第1个小时，我就可以跟大家说，
古埃及圣文是我学这么多语言里面最好玩的一个，因为它真的就像是古代的 emoji 一样，全部都是图像，都会有相对应的发音跟意思，超级酷。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做的笔记。接下来我应该就是要大量的去背所有的图像、发音跟意思是什么。我刚刚又爆读了要3-4个小时吧，我把大部分常用的圣体都写下来了。我读到外面天都亮了。要准备去搭我们中午要前往开罗的飞机了。所以象形文字啊，每一个图就是一个意思嘛。它有几种可能，猫头鹰的那个图示，它的声音是 M， 但是第二个它也有可能它单独就代表的是猫头鹰这个东西。再来还有可能它会加在其他东西后面去讲说这个前面的东西跟猫头鹰有关，所以有3种可能。而且它发音还会有就是这一个符号就是只有一个音。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符号代表2个音是合在一起。那它阅读的方向是？比如说鸟啊，或是人啊，它面对的方向。比如说鸟是面对这边的话，那就从这边开始读；如果鸟是面对这边的话，就是从这边开始读。所以就是这些鸟啊，画得好可爱哦。对，我觉得这是很像在上美术课。所以像这个小鸡，它面对的是右边嘛，右边往左边。再来就是它也有阴阳性，那名词也有分男生跟女生，像是法文、意大利文一样。然后你的形容词、代名词所有格会因为你的阴阳性而跟它搭配。它文法还蛮有逻辑的，一堆图片这样子堆叠起来它的意思。这边要加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象形文字，看起来像是稍微弯曲的象牙或者是牙齿。那只要看到这个图示，就代表跟吃、咬或者牙齿相关。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字？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非常的注重口腔健康，出国的时候也会随身带着漱口水。这个 Rebrush 漱口液是我自己一直有在用的，成分蛮单纯的，不含酒精，不刺激，也没有人工色素。我之前有用过一些其他含酒精的漱口水，虽然刚漱完会觉得很清爽，但是一阵子之后就会觉得嘴巴很干涩。那 Rebrush 因为没有加酒精，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小瓶装，可以带上飞机，出门丢1罐进包包也完全不占空间，很适合带出国。每次只需要1小滴加水漱一漱就很有感，这样子1瓶可以用蛮久的。Rebrush 的漱口液现在有2种口味，柠檬薄荷跟绿茶。我自己的话很喜欢它绿茶薄荷的口味，有一点果香，很温和。那除了漱口液之外，这次团购也有 Rebrush 的牙膏组合跟口腔喷雾。牙膏有抗口腔发炎的尤加利口味跟抗蛀牙的雪绒花口味。口腔喷雾的话是这样小小1罐，带上飞机也很好用。那其他还有很多团购限定的优惠组合，想要试试看不同口味的话，也可以直接买组合比较划算。前100位下单还会随机送1瓶20ml 的漱口水或者是20G 的牙膏。那所有跟团购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用埃及象形文字节业配的我应该是第1个人。抵达开罗，我已经把埃及圣书体的所有可以发音的字母都背起来了，有24个。然后我刚刚在飞机上试着在拼那个大家的名字，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拼。你会很常看到同一只鸟，那个是秃鹰啊的发音，然后 Hook 那一只它是小鸡，它是乌的发音。这边的壁画很辣。然后他拿的那个乐器，我好像有读到，这也有一个象形文字，这个应该是 Nefet， 字的意思是美丽。而我刚刚在飞机上能够发音的字母都背起来了，然后我拼出来了你们的名字。好，埃及圣书体的名字 Pita， 2个蛋一个胖子，加一个鸟。对，这是秃鹰。我有一个很赞的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绑绳。哦，他怎么知道我的癖好？那兔兔怎么写？兔兔的话是面包小鸡，对，加在一起就是兔兔。它有很多种鸟，但是鸟的意思跟发音都不一样。它象形文字有个功能是放在最后面，当做是加注吗？其中一个鸟超好笑，就是麻雀。除了是麻雀之外呢，它如果加注在最后面，它就会赋予前面的词一个新的意思。除了很小之外，还有不好的、邪恶的。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好像很讨厌麻雀。这是新的哦，这是第1次用的全新的 Aspect。我之前不是有开这个团购，然后他们最近就是开发这个新的产品，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开团，我就想说这趟来试用一下。前开式的好处是你可以只开前面，然后我的鞋子放在这边，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换，因为我在飞机上都习惯只穿拖鞋，这样可以马上换成鞋子。就不用整个都打开来。这个一路从台湾到杜拜到开罗，还是蛮新的耶，蛮耐刮耐撞的。
抵达埃及喽！哇，小混乱。我们跟向导会合之后，就去饭店休息一下。今天没有其他行程了。耶，我们找到了，那叫 Mustafa。这个机场真的好吵哦。好，我们这次是包车，出发饭店 ，Go Go。Hilton Pyramid Golf， 这是一个人住的哦。不错，房间很大，游泳池的景观。我现在学习埃及的象形文字，差不多7个小时。在学的时候，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的流逝，甚至大千他跑出去跟皮塔在杜拜机场逛超久的街，然后回来，我都觉得他瞬间就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这象形文字真的是太像在打游戏了。有一个 Gardener 的系统，它是分26个类别，然后一共有763个象形文字。我现在真的熟的象形文字可能不到50个。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比较像是我只学了日文的50音，如果50音是直接这样拼出来的话，我念得出来。日文里面也有很多汉字嘛，汉字的话，如果你单看它，你没有学过，你是不知道它是用什么音组成的，但还有700多个字要去背它的发音跟它的意思是什么。虽然是这样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而且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感觉自己学到很多。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如果要来埃及玩，就在飞机上搞这个东西。那你那个飞机的时间会非常的，我不知道也只有我吗？我会觉得很好玩。对不起，再让我缩短最后一个，我就结束这段。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象形文字它的第3个功能是注解嘛 ，classifier， 就是说这个象形文字把它丢到一串字的最后面，它可以暗示说前面是什么意思。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解释方式，去让大家理解它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比如说你中文你只写注音符号科物库4声，然后是库后面放一个衣服的 emoji， 或者是酷后面放着一个戴墨镜的 emoji， 还是酷后面放一个房子的 emoji。这3个虽然前面的酷它的发音都一样，但是因为后面放的那个 emoji， 你就会知道这个酷的发音指的是哪一个中文字。但是还有一些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发现，语言小细节。那我觉得这个讲在正片里面，大家可能会没有耐心看下去，所以我现在想，我应该会做一个会员影片。我在接下来这一趟埃及，我会继续学象形文字，把我已经学到我觉得还很有趣还没讲到的东西，跟接下来我有什么新发现，一起统整在那个会员影片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再看我 Rambo 更多跟埃及象形文字相关的内容的话，可以到会员影片看。到齐了，我要给你一个东西。舒克拉，哈比比，你的名字？这好像跟我去买的长得不太一样我买了一个沙条纸，然后他说他可以帮我写我的名字，因为我爸妈的名字也写上去了，但是写的不太一样，但可能是他吐。好，第一个是一样的。第一个这样，第一个就是 H 的声音。好的，欢迎我们的团长 Ted。我要先送给你一个礼物，那你如果去那边，我要写给你看，说你的名字用埃及象形文字写要怎么写，一个胎盘，这个是可的声音，再来是你的那个 TH， 埃及也没有 TH 的音，最接近的是元音。去的话是这个平板，这是你的埃及象形文字的拼法，你会变 cash， 你会变成是现金。给我 cash。团长，然后今天就是我们正式行程的第1天，我们要去看最大的 Giza Pyramid， 还有新开的那个大埃及博物馆，可以用这2个地方来好好测试一下我现在对埃及圣书体的掌握。我们到入口了 ，Pyramids of Giza。我们因为是奢华游的关系，所以我们有订了一个高尔夫球的小车子，我们在这个整个区域就可以搭着车。有搭高尔夫球车的，有一个自己的 private lounge， 还蛮高级的。这边有一个 mini bar。为什么我们的向导会讲日文呢？兔兔超强的，对，他说他 So lived in Japan for 10 years。哥哥真的是成功人士，因为他感觉变更成功。他以前出国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会讲电话开会，然后讲一些很大的数字，但这次全程都10分钟就要去看金字塔了，哥哥还在抓这个缝隙开会。我们乐见其成，因为之后他们就是会他会养我们。对 ，This is the pyramid. It's my favorite anime. Oh really? Yeah, I brought this. Going to have this on for the entire trip. 哇 Yeah. Cool. 有找到一个喜欢游戏王的埃及人。Put in the final piece. Make a wish. Okay. 完成了一个仪式。当然跟他 have a performance. 没有 ，That's it. Laser Professional one. Thank you. 出发。Okay, yalla bina. Yalla. Let's go. 我们在延续我们的奢华。
看到了，看到了，但是真的是 always blurry like this， 完全在雾里面。它就在我们后面，好酷哦！是哪个山 Yes, King Khufu. ？Khufu Pyramid。OK。 146 meters. 哦，我们已经到了金字塔的底部。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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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金字塔。各位，刚刚在这边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库府旁边的这个阶梯这里走上去，然后从这边跳下来，然后叠在大概这个位置。这一区有2个这个印记的，棒！大家可以去大千的影片看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要正式的进去库府了，不知道里面会不会看到什么象形文字是我读得懂？里面有象形文字吗？应该会有吧，在墙壁上。要进这个金字塔要额外有票，然后会要爬非常狭窄的走道，快5000年的历史。现在的这个入口好像是之前另外被凿开来的入口，主要入口被封住了。法老陵墓在盖进去之后，它是封住，不要让盗墓者进来。好像是在大概9世纪的时候，一个人把这边凿开。好，我们要正式走进去了，到了要往上爬的地方。这边上去就是法老葬的地方，那边下去就是皇后的，那里有一个走道。这里很窄，当时只要怎么把东西拿走？哇，真的会敲到头哎，会有一点幽闭恐惧症。这里可能要走个大概5分钟，然后你还要会车哦，这里还要会车。超级的，这边都还没有象形文字，没有看到。你在这边也没有时间读。高的人的话，应该会蛮辛苦。快到尽头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快了！哇，出来了！哇，这边就是这个 Grand Gallery， 我们到了它的正式的长廊了。这边再往上就是法老的陵墓了。哇，好，最后1里路就剩这里了。到了！哇，里面好闷哦，这里好热。法老的陵墓，但是很可惜的是，这边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象形文字，是一片空白的。这里看起来很不像法老的陵墓，都被搬走啦。哦，很朴素。对，我们要再爬出去。哇，真的会流汗。刚刚我们看到刚走出来的人也都是满头大汗。完成了，我觉得一生一世的体验。我们要去看那个人面狮身像了。我们走来最佳的拍照地点，这边感觉应该也是没有任何的象形文字，学了这么多完全没有用的地方。没关系，我们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就很多了。我要先害羞。好，可以了吗？啊，得到同意了。哦，听到了。我刚才拍照的时候这样子，如果对面有一个人的话，他会有什么感觉？他看到一个人这样。这一趟第一组象形文字了，结果是在咖啡厅前面看到。我看到这是什么？可乌，这是库府，这是法老的名字，库府。中间这个是 cut， 这应该是面包吧？特 cut K 什么 F 的，但这3个应该都是法老，所以这种发音的，就是你看到你就会念了，然后你念出来，如果是一个你有听过的单字的话，你就知道上面在写什么。以前的考古学家就是这样子去一个一个对。讲到法老王的名字放在那个圈圈里面，我要补充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就是可以读得出来另一个游戏的名字：秃鹰啊，面包特，沙草子一，然后猫头鹰么，小鸡乌阿提姆，所以它的中文音译才会是雅图姆。好。金字塔完成，好看，开心，精彩。好的，我们来到大埃及博物馆。不，我们一进来的这个尖碑上面就有一堆象形文字。哇，里面超壮观的，好大哦！这边好新哦，对，很帅哎，他很帅。他的手上也全部都有象形文字。后面这个我看到一个很常出现我看得懂的东西，应该是叫尼苏比提，上埃及跟下埃及的象征，因为这些法老他都是要统一上下埃及，
和谐的治理这两个区域。为什么是美珠必须？山里，这边真的是盖得很漂亮哎，一路上去就是所有的雕像。你看这边又出现了 Nesubiti 结束之后，下面这里通常就会是那个法老王的名字。这个是 Ra，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 Sh， 这个是 P， 这是 T， 这是 G， 这是 Rush。什么 Ptg， 这个是动词，这是给予，然后 Ankh 这个是生命，给予生命的这个法老。He's super perfect to read the hieroglyph. 有学到，对，得到埃及人认可。I think it's very fun to learn about that. That's amazing. Yeah. When you, especially our client coming from far away and just like trying to read our. Yeah. It's really nice. 哦，我又看到一个我看得懂的东西了。这个上面呢，它写了很多的名字，但基本上他在讲的是说，在埃及需要的时候，会有一个身穿黑衣的魔导师，以及他的女徒弟出来解救众生，讲的就是黑魔导跟黑魔导少女的故事。我们这边也有看到 Nesubiti， 对不对？下面这个 Cobra 跟 Eagle， 这个也是 Nesubiti 的象征，也是象征上下埃及。这个也是法老的名字，这是 Nefer 美丽的 SFR， 就是 Wu，SFR Wu， 然后它的名字是 Snefru， 很惊人哎，就是这都是4-5千年前的东西了，这么的清晰，会一直往进去里面看啊。他一直把他的名字重复的压上去，哎，鸡是往左边看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它是要从左往右读。Eye of Horus 就是游戏王这个千年之眼的灵感，然后这一组也很常看到，这是 Jet， 这个是永远的意思 ，Giving power, giving life, eternally。He didn't need anything. He really super perfect. 我发现我现在逛展览，最吸引我的都是刻得很清楚的象形文字，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有没有看得懂的字。这个长得真的好像黑魔导在漫画里面的那个石板啊。就上面是一些人的行为，下面就是一排一排的象形字，超帅的黑魔导。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念一念会把黑魔导召唤出来。好，我们要进入图腾卡门区了。这边是一整个跟刚刚一样大的展区，全部都是它的东西，因为它实在太多宝藏了。这应该是真金哦，哇塞，好有钱哦！这个放到现在不知道价值多少，而且一整排都是哎，好扯哦，全部都是它的宝藏。哇，它是一个货箱吗？哎，那个第一个是兔子，哎，那个兔子怎么念？兔子是 when， 然后兔子很常出现在句子的前面，是因为它是通常是动词，有点像 be 动词，就 to be。哥哥觉得如何？非常的神奇，太多东西可以看。这个上面有图坦卡门的其中一个称号，能够显现出太阳神的国王。这个你往下看，还有一个被圈起来的，我在猜测可能是图腾卡门的名字，因为这一整区都是图腾卡门的，所以在这些遗物上面都会看到这2个名字就圈起来。OK， 我越来越确定了。这个应该就是他的国王的前缀，然后这个是图塔卡门的名字。我看这边有面包小鸡面包，这就是 Tut， 后面这个生命的符号是 Ankh， 所以加起来是 Tutank。但是下面是3排，我看不懂，不过我猜应该就是阿门，这样子这2排加起来就是 Tutankamen。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当结尾画面，象形文字之墙，很漂亮哎，又有金色有黑色的。有一个文字很奇怪，它是一个脚，然后倒水。对，这个的确还蛮奇怪的，知道的话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说。被抓去拍照哎？为什么？凭什么？不知道他可能是觉得它很漂亮吧。So cute。你很是这边的菜哦，可以。然后这次也是实测了，在来埃及之前呢，学一些象形文字，我很推荐。我觉得可以学的主要就是那24个单发音的符号，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懂一些发音。然后再来就是在 Cartouche 里面的那个各个法老的名字，然后最后就是前缀或者是称赞法老、封号或是形容词，什么两地之王啊、上下埃及之主啊、强壮的、永恒的，因为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是你最高几率能够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且能够看得懂，过程当中你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那我们今天这支来到埃及之前学习象形文字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记得我们有一个会员影片，如果你对埃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有更深的兴趣，其实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发现，然后也整理了一些神话故事跟这个圣书体的历史跟来源，以及也会讨论象形文字最后是怎么样消失的，然后为什么成为了一个沉睡千年的语言。那这些内容呢，我全部都整理在会员影片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会员频道看。再来就是 Rebrush 的团购，在这一周会继续的进行。大家如果有兴趣在旅途当中有一个非常好携带的漱口水跟喷雾，保持口腔的健康跟清新的话呢，可以趁有优惠的时候购入 Rebrush 的各种组合。那这也是我们埃及的第一支影片，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我们埃及的系列，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